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实盘交易当中的止损操作。止损不是失败，而是为了保护本金，让交易能够继续下去。那本课的重点主要讲解的就是各种止损类型和实用和实现的应用，然后还有就是在软件当中的止损配置、动态止损和追踪止损，然后还有一些是止损的优化技巧。那今天的内容会比较多，时间可能相对来说会更长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最简单的一种止损，就是固定止损。固定止损的话，就是以百分比为例，比如说你买了100块钱的数字货币或者是股票，那你的止损设在5%左右，那就是说跌到百分之五，就是100减去5，然后等于95，那就是跌到95块钱以后就进行止损。那这里的例子是以三万美元为准，然后它跌了5%就是1500，那到它的止损位就是28500。那在配置当中，就是这个 config 文件，这个 config 文件里面，在这里配置的就是这个 stop loss 的这个就是0.05负的0.05，然后这个是在代码当中配置的，就是5%的止损。那这个止损的话，它的优点就是简单，非常容易理解。那在新手操作的时候就比较适合，因为你每一笔都可以设置成这个固定止损，这样的话你方便自己的一个操作，还有就是平摊自己的一个风险。那动态止损的话就，它的这个止损的上下波动幅度就有点大了，那不太适合这个新手的操作。我们来看一下动态止损的这个公式。那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 ATR，ATR 的话就是反映的就是一个它的市场的一个波动率，也就是前一天的收盘价还有开盘价，然后和今天的收盘价、开盘价做一个比较。那它的这个波动率越大的话，就代表着它这个涨幅和跌幅越大。那波动率越小的话，就表示这个市场越平静。那 ATR 的这个计算公式就是过去 N 天的真实波幅平均率，那就是当前价格减去 ATR，然后乘以 N 倍数。那这个就是 ATR 的一个策略实现。举个例子，这里比如说设置的是最小止损，那这个地方就是计算 ATR 的，获取历史数据，然后计算一个 ATR 的一个值。那把这个 ATR 的值除一下，除一下以后，得出了这个 ATR 的这个数值，然后最后就确保止损不超过多少，最大的确保这个止损不小于多少，那这个就是一个 ATR 的一个计算。那这个是基于这个波动率的一个止损。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公式，就是这个是负的0.15，然后这里就是高波动率，比如说这个大于0.5的情况下，就计算这个值年化的这个波动率。那它大于20%百分之20的情况下，然后这应该是大于0.5，然后把它这个值设置成2。那如果是大于0.3，30%就设置成1.5。那默认的就设置成1，然后再根据这个基础的止损去乘一下这个系数。那就是说最高的情况下它是6%的止损，那中等的就4.5，那最小的就是3。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基础止损。然后就是追踪止损，追踪止损的话，就是跟着市场的行情去动态的止损。就比如说你现在的价格从3万买入，然后涨到31000以后，你的这个止损5%的止损是以31000为目标，那以此类推到32000就是以32000为目标，那跌下来以后的止损就是30400，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止损的位置。那这动态止损有个好处就是你能保住一部分的利润，那坏处就是如果市场波动较大，你的止损设置的较小的话，就会出现这个
容易被洗掉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是在代码当中做的一个实现，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配置的说明。还有一种就是用这个自定义追踪止损的方式，然后这个是高级的止损策略，这个就是要运用到这个技术指标的。我们在上一节课的代码当中也看到过，就是这里面有，比如说我们拿个例子来讲一下啊。这里是计算技术指标，把它技术指标计算完以后，然后这里定义买入的条件，那这里弄一个条件判断，然后这里就是卖出的条件了，这个地方就可以设置止损。你可以把这个条件先组合起来，然后再设置取出一部分有用的条件，把它放进去，不要写这么多，写个两三个或者一两个就够了。然后这个就是高级的这个止损策略，通过技术指标来判断。比如说这里是用20天平均线来做判断，那当前价格大于它的时候，呃，在这个均线上方的时候，这个是设置一个止损，然后在它的这个跌破均线的时候，然后使用固定止损。那这里的话，它使用的是均线止损的方式。那这个是布林带的，通过这个布林带的这个计算方式来进行计算，然后也可以用这种支撑位，你可以设置一个固定的位置，也可以通过这个指标来算出来一个数据的位置，然后通过这个支撑位来进行计算。一般来说就是设置在这个成交的密集区。成交的密集区，如果你是在成交的密集区下方，那这个密集区就是一个阻力。那如果你是在密集区的上方的话，它就是一个支撑。那这个位置如果一旦跌破的话，它就容易出现这个暴跌的情况。那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支撑位的止损也是一个在实战当中比较好用的。然后这个是时间止损，你可以设置一个这个最大的这个时间窗口，然后通过这个时间来进行止损。还有就是这个分时止损，在深夜的时候啊，上午时间段、下午时间段，哪个时间段波动较大的时候，设置不同的止损价格。还有就是这个组合止损策略，这个就是多条件的一个止损。比如说这个 ATR 的一个止损，移动平均线的止损，然后还有时间的止损。然后这里一定要记住，就是不要设置的太严格，太严格的话，它容易出现止损不了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是止损机制，就是本地止损和交易所止损的一些区别这些文档的东西就可以自己去看啊。然后这个是止损的订单类型，它的这个和这个买入也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市价单和一个限价单。那建议用市价单，因为它这个能马上的止损，能规避掉损失。如果用限价单的话，下跌太快的情况下是出不了货的，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这个损失。然后这个是止损监控和调整。那这一部分这些代码都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它只是单独写了一个方法，然后逻辑上是跟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就是要整合到代码当中去啊。然后这个是动态止损的一个调整，然后止损的这个优化策略，就通过止损回测来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判断出你的止损应该设置在哪个位置比较合适啊，还有不同止损策略的一个对比。止损参数的一个优化，这个就跟买入的时候的那个入场的那个参数优化的条件其实是类似的。然后这个是追踪止损的参数优化。然后第五部分就是这个实战的一个配置啊，它有分成这个保守型的止损配置，还有这个积极型的止损配置，还有就是这个智能型的那个止损配置。这个就适合比较有经验的这个交易者了。剩下后面就是实战任务了。
那今天的内容就先讲到这，然后文档我会放在评论区的下方。那下节课我们会讲另外两个品种，一个是期货的，合一个是合约的。这个两个内容，这两部分的内容相对来说会风险会比较高一点啊，就是涉及到这个杠杆交易的和这个合约交易的这个。那好，那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好，谢谢大家。